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10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热点。加拿大全民免费牙医计划真的要来了。加拿大的全民医保一直不包括牙医治疗，由于牙医就诊费用高昂，加拿大大多数居民对口腔保健望而却步，更别说有孩子的家庭了。好消息是，加拿大全民牙科保健计划真的要来了。联邦自由党政府将推动中低收入国民牙科保健计划，为中低收入人士承担部分或全额牙科保健费用，分阶段落实。目前已有初步方案是直接发钱给个人。加拿大国家牙科保健计划具体承诺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只要家庭年收入低于9万加元，且没有牙科保险，都有资格获得该牙科保健。其次，年收入为7到9万加元，且没有牙科保险的个人或家庭，也有资格获得保险。在享受牙科门诊就医和取药时，无需支付个人的分摊付款额 copay。其三，收入低于7万的个人或家庭，牙科费用将由政府全额支付。牙科福利承诺的实施时间表为：第一阶段，在2022年底，12岁以下儿童将优先享受到这一福利。第二阶段，2023年牙科福利将扩大到18岁以下、老年人和残疾人。第三阶段，2025年将实现全民牙科保健。这项计划实施是循序渐进的，需3年时间，并惠及全体加拿大居民。在此之前，部分人如果有就诊需求，仍有必要考虑购买牙科保险。为了实施国家牙科保健计划，加拿大政府承诺在5年内投入53亿加元，将惠及加拿大大约7至900万人口。据消息人士称，政府为了信守承诺，正在计划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包括直接向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现金，以资助他们接受牙科保健服务。与此同时，政府致力于一项更长期、更广泛的计划，确保全民牙科保健的落实。这么一看，加拿大全民牙科保健是真的快要来了，请大家静待好消息吧。美国7月通胀放缓，加息也会放缓吗？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比1年前上涨了 8.5%。低于6月份 9.1% 的年增长率，是40年来的最高水平。汽油价格下跌，但食品和租金继续上涨。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估计，年通胀率将降至 8.7%。这对美联储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还不足以让政策制定者得出结论。美国正在经历其价格暴涨最糟糕的时期。虽然通胀停止了快速增长，但它们仍然以异常迅速的速度攀升，使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变得昂贵。7月份 CPI 回调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汽油价格下跌，因为6月份1加仑燃料的平均价格达到5美元的峰值后开始回落至4美元。核心价格的放缓消除了波动的食品和燃料成本，以给人一种基本逐渐稳定的感觉，比经济学家预期的更为明显。尽管所有这些都在积极的发展，但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仍然继续迅速攀升。快速上涨的租金特别突出，因为它们占整体通胀的很大一部分。对于华尔街来说，新数据意味着美联储未来可能减缓其快速加息的政策步伐。美联储在6月和7月都加息3/4个百分点，官员们已经表示，在9月20日至21日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应该会进行另一次异常大幅加息的辩论。但投资者认为，7月份通胀放缓和预期的通胀放缓可能会支撑相对较小的加息举措。尽管如此，美联储官员警告不要对这个数据反应太过敏感。虽然油价在7月份下跌，带动了当月通胀下行，但随着秋季的到来，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依然很大。快速加息正导致加拿大破产率上升吗？加拿大破产和重组专业人员协会 CARB
表示，企业和消费者破产正在上升，因为利率攀升和通胀加剧了经济不确定性。2022年第二季度，商业破产与去年同期相比攀升了 30.9%， 比2022年上半年增长了 26.3%。CARB 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有25,266家公司破产，比去年同期增长 10.5%， 比上一季度增长 9.2%， 是2年来最高的数值。与2020年相比，它们增长了 32%。CARB 表示，不断上升的破产数量与通胀和利率上升直接相关。生活成本的增加正在对家庭预算产生直接影响。与此同时，利率上升和随后债务附加成本的增加正在产生渐进且显著的影响。预计情况会变得更糟。CARB 表示，在大流行期间，由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支持，使加拿大人的财务状况得以维持，消费者破产人数下降了 40%。但现在这些财政援助已经被取消，破产案件开始反弹，尽管它们仍低于2019年的水平。此外，利率正在快速上升，这对一些人的财务状况造成了冲击。加拿大央行已承诺继续加息，以将飙升的通胀率拉回其 2% 的目标。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8.1%， 这是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水平。这让加拿大消费者在努力应对利率上升导致的债务成本上升的同时，试图管理更高的必需品价格。事实上，加拿大人正在尽可能地减少支出，许多人正在瞄准食品成本。面对通胀上升，60%的加拿大人削减了开支。其中 68% 的人削减了餐馆的支出，而 61% 的人削减了杂货店的开支。对于那些已经竭尽全力削减支出的人来说，仍然发现更难以生存，承担更多的债务可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许多人可能会继续增加更多的负债来维持生计，例如通过增加贷款、提高房屋净值、信贷额度或者更多的使用信用卡支付。CARB 表示，未来几个月商业破产可能会增长，有些行业受到的影响比其他行业更大，其中包括建筑、运输和仓储。展望未来，受成本和供应链压力波动以及商业和消费者信心变化影响最大的行业，最容易受到伤害。为何在中国人心目中，美国正在从灯塔迈向邪恶？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一边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的美国和世界新闻，一边学习英语，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时髦风尚。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中国正在摆脱孤立和贫困，并研究民主、市场经济、平等和其他使当时美国变得伟大的理念。随着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并基于中国的国情，社会生活发生了转变。几十年前，有改革派学者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可能很多人都愿意相信这一点。但多年来，看到美国在海外的战争、鲁莽的经济政策和破坏性的党同伐异，最终导致去年对美国国会大厦的一场可耻的攻击。美国那座闪亮的灯塔几乎已经熄灭了。历史上，重大战争的战胜国建立了国际体系，旨在实现他们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收益，增加他们的影响力和支配地位。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事情。美国在冷战中战胜苏联，后者以1991年解体而告终。尽管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75年，并在此后建立了国际体系，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胜利国在世界各地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从那时到现在，不考虑现行国际体系所依据的协定、条约和决议，也不考虑改革和发展该国际体系所产生的众多诉求。随着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美国把罪责推到了中国身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指责中国，称中国正在破坏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虽然中国人有时会对政府的部分政策感到担忧，但美国必须认识到，美国的行为很难树立一个好榜样。
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错误地轰炸了中国驻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从那时起，我们对美国的崇拜开始消退。在那次袭击中，有3人丧生，20人受伤。自那起，中国军费开支开始上升，这绝非偶然。2年后，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和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海相撞，造成1名中国飞行员丧生。这些事件对美国人来说可能不值一提，但他们让中国人感到震惊。进入2000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触互联网，人们的观念开始快速转变。2003年，美国以虚假的借口发起对伊拉克的灾难性介入，中国人在电视上看到了那场浩劫。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美国军队远远领先于中国的优势。此后，军费支出增加非常快。西方列强在19世纪初攻击并迫使中国割让领土，日本在20世纪的野蛮入侵中国，造成数百万中国人丧生。这一切勾起了所有中国人痛苦的回忆。2008年，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不得不保护自己，以免被美国贪婪造成的后果所波及。中国被迫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刺激计划，但我们的经济仍然遭受了严重破坏，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失去了工作。美国总统奥巴马延续前任的政策，宣布了一系列对台军售，并开始了他的所谓转向亚洲。中国人认为这是试图联合亚洲邻国反对中国。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中国发动破坏性的贸易战。2021年1月6日，支持特朗普的暴徒袭击美国民主的堡垒国会大厦时，全中国所有人都感到异常震惊。上周，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进一步让许多中国人失望，因为这违反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在美国，批评中国的人需要意识到，美国的这些行为正在中国造成连美国都不想看到的结果。美国官员们无疑希望中国走美国的自由主义道路，但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中国对美国的学术研究在态度上已经发生显著转变。中国政府官员过去常常学习美国经济学概念和自由资本市场的好处，现在更多的研究其缺点，以避免犯与美国相同的错误。美国成为世界上那股邪恶力量的来源，已经渗透到中国公众的态度中。中国学生仍然在美国留学，但非常害怕美国的枪支暴力、反亚裔袭击或被贴上间谍的标签。他们带着周围人的建议启程赴美留学，这些建议包括不要离开校园、注意言辞、远离冲突，在美国的一切似乎注定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尽管中国人对中国强硬的清零政策感到疲倦，但美国在这场大流行上的惨痛表现，只会加强中国公众对其政府的支持。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和苦难使中国筋疲力竭，受尽创伤，几乎摧毁了那代中国人。但邓小平引导的改革带来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帮助8亿人摆脱了贫困。在收入和预期寿命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并且避免参与外国战争。严格的枪支法规使中国人可以在晚上走在中国的任何街道上，几乎不用担心受到伤害。当中国人看到美国大流行造成大量死亡、枪支暴力、政治分歧和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时，这让中国人回想起已经被抛在身后的动荡与混乱。这一切都不是对美国的幸灾乐祸。一个强大、稳定和负责任的美国对世界有利。中国当然有很多东西要向美国学习，因为两国人民有很多共同特点。中国人开着中国制造的福特和特斯拉，用着宝洁洗发水，在星巴克喝咖啡。美国现任政府更加坚持通过谈论保护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来继续欺骗世界，即所谓所有国家实现正义、平等、自由、繁荣和进步的制度。美国正在努力巩固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保障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中国也在努力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种新国际秩序基于不允许美国和西方将他们想要的原则和价值观
强加给世界的新规则和基础。解决当今地球上最棘手的问题，是否意味着改变事物发展规律以及国家兴衰的规律？如果不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中美双方能否成功实现这一目标？所有人将拭目以待。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